我现在跨专业考研压力这么大，考研时间本来就挺紧，你还因为种种小事情跟我闹些别扭，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太累了。你说你累，我天天早起晚归的，不都是为了你吗？而你做了什么，天天冲我发脾气？你现在如果跟我计较这么多的话，我以后都还给你。我做这么多不是想让你还给我什么，不就是想让你对我好点吗？我知道考研压力大，但考研压力大也不应该这样啊。我考研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咱俩以后生活着想。像你当初对我那么好，现在变成什么了？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看你各种考研压力大都是借口，我对你太失望了。这是一段校园恋情，单纯当中多了些复杂。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来自校园的恋人，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明25岁，来自吉林，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丽23岁，来自河北，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应该大学是一个学校的，对不对？是我们是一个学校。大几的时候好上的？当时我是大4，你大4，他大4，我大3那会儿。那会儿是哪会儿啊？就是去年他大4，我大3，然后我们在图书馆，我那会儿去图书馆看书，他也在图书馆，也在我那个对面坐着，他学习挺认真的，我呢比较爱吃零食，就在那一边吃零食一边看书。早上也是去看书嘛，没吃饭直接就去了，我看他在对面正在那吃东西呢，我觉着就肚子就饿嘛。他肚子咕咕叫，我听着挺不得的。你都听见了？可不嘛。那得叫成什么样啊？图书馆挺安静的，那肯定能听见呀。我都带了挺多零食嘛，然后我就说给他一袋，他那会儿还挺不愿意要。后来我说你回头请我吃顿饭得了，然后他就要了。我管他要了个电话号，我从小就不喜欢欠人东西。你打小靠这手段骗过多少姑娘啊？怎么就那么巧啊？还不要？是啊，然后呢？然后约出来了，要了我电话，还真给我打电话了。我觉得这个人挺认真的，又挺爱学习。请你出去你就去啊？可不嘛，我觉得他挺认真的嘛，学习又这么诚信。你们在一个学校那3、4年都没见过是吧？是啊，就那年。也是缘分哈。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这姑娘挺不错，挺善良的，然后慢慢顺理成章就走到一起了。当时我正准备考研呢，因为我附近同学该出国，该考研都考研了我觉得自己压力挺大的，我就给自己找个出路嘛，赶紧准备点资料，赶紧去学习。对，他就去图书馆了，然后后来我们就相识了，我们就认识了。他那会儿对我特别好，天天我说吃什么他都给我买回来。我估计这研肯定考不上了是吧？不，那会儿学习也挺认真，我们一起去图书馆看书。我说8点到，他7点50就等在那儿，还提着早饭。冬天冷凉了，他还给我捂热了给我。结果现在呢，他现在变成什么了？他根本就不接我电话接完电话他就跟我发脾气。你现在是工作了，还是说还在复习考研，还是考上研了？我现在第2次考研了。你为什么不接人姑娘电话？一天我是早出晚归的，我早上出去上自习。然后又上考研课，他倒好，没事大事小事给我打电话发微信，我看不着微信 QQ 了。不应该吗？不应该互相关心吗？关心是可以关心啊，你挑时候啊，是你给我交的考研班的钱，你不知道我正在上课吗？我给你打电话，你在上考研课，你给我打电话不行吗？为什么是他给你交的考研班的钱呢？你家里交不起吗？我家里条件不是那么好，再说我以前那个得过病。大4休学就是因为第1次得病嘛，第1次考研初试过了，复试也没去成。怎么了？他那会儿不知道怎么了，反正跟我说后来得了个病还动了手术。你们俩那会儿谈恋爱了吗？是啊，那会儿。他动手术你都不知道？我知道，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起的。后来他跟我说了，他说得了腮腺囊肿，然后动了个手术，这儿还留了疤。我第1次考研不是压力大吗？那2天净头脑热的。这就鼓个包，然后慢慢它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我就赶紧上校医务室去看看吧，校医务室就治不了，劝我赶紧回家去上那医院看看回家然后县医院也去了，市医院也去了，治不了这病，我父母着急就带我去省医院去了省医院拍片说是肿瘤，恶性的，给我爸妈吓坏了，医生说是要动刀拿出来看看。做个病去，到底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然后当时这儿缝了10针，
后来那个大夫检查完之后说是腮腺囊肿，就因为这个我耽误了第1次考研，我还耽误了大4论文。是他那会儿是有一个他说得了腮腺囊肿，结果这还留个疤，现在他总是指给我看。然后说是需要长期调理，然后我现在做兼职，给他买营养品，还这个考研费。我做了多少兼职，受了多少委屈，你知道吗？结果你现在这样对我。对啊，这个兄弟你这就不对了，人家姑娘对你也算不离不弃了，你干嘛不搭理人家啊？那你知道我受了多少委屈吗？我做服务员，顾客吐了一地喝醉酒，你说我去擦，让我去擦，多恶心！你说我受得了吗？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儿？我全为了你啊！你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总说考研为我付出这么多，报考研班为我交钱，你为我又买衣服，为我又买营养品。我一个男人，我第2次大4了，第2次考研了，你知道我心理压力多大吗？你总说为我。你是压力大，那我为你做了那么多，难道你就体会不到吗？来，姑娘，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吗？不吵了啊，知道你的付出了。小伙子家里条件应该不是特别好，是吧？是啊。但是你不嫌弃他，是不是？我不嫌弃他呀，但是我家里不太同意。啊，你家里也知道这事？我家里也知道，他去过我家2次了。觉着他家境不好，然后又是外地的，以后不知道什么出路是怎样的。家里不太同意，所以他跟我说生病花了家里那么多钱，现在考研不想花家里钱了，所以我就直接借钱给他报了考研班，他报了那么贵的考研班，我想让他一次通过。我知道他努力学习那么努力，我觉得他肯定能通过。当时他跟我说他以后会对我好的，结果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我当时那么幸福感觉。我考研不也是为了咱俩未来吗？我为了在你父母面前证明我自己啊！你总说埋怨我，我也在为咱俩之间考虑嘛。你说你压力大，那我请你出去看电影，跟你散散心，缓缓心情，换种脑子，更有效率的学习，不行吗？我为你付出这么多，难道你连这点时间都不愿意给我吗？我现在是特殊情况，你总说你啥特殊情况？第2次考研了，2、3个月了。哎呀，你第1次不是生病吗？哎呀，他第1次是本专业，他第2次他这是跨专业。他说他压力大，他压力有那么大吗？我可不可以这么认为啊？我不知道我听明白没有。姑娘心里很委屈。是啊。你找了一个男朋友，家庭经济条件不是特好，你家还不同意。可是你冒着家里不同意的这个风险还跟他在一起，对吧？而且他因为生病，家庭条件不好，你还帮他出了考研的复读费用。打了很多工，吃了很多苦。是这意思吧？可是这小子呢，说他考研压力大，还不理你，是这意思吗？你有点受不了了。是啊。你是觉得你第2次考研，你不能原谅自己，是吧？是。你不打算谈这段恋爱了，是吗？我也不是不打算谈这段恋爱，我是第2次考研了，不可能考第3次了。再说我家庭情况不好我不可能说是因为爱情我再耽误我1次考研的机会。那你的意思就是？我那意思我跟他先分开一段时间。你跟我分开一段，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竟然想跟我分开？你知道吗？我为你付出多少？不是，你打算分手到什么时候？打算分手到考完研之后嘛。然后再好。考完研我还要复试，然后复试之前我觉着我第1次考研复试我没有去参加过。这么爱你姑娘，你谈恋爱你不影响你考研啊？现在感情已经影响到我学习了。为什么呀？你跟我说怎么影响呢？他为我交考研费，为我那个去打工，还为我买衣服买营养品。我一个男人。旁边的我同学都挣钱了，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打工去挣钱，去给自己赚钱买一些东西。那你就去呗。他给我做这些，我觉得心理压力特别大。我自信心我受不了，你知道吗？自行考研呀。我现在我特别自卑，你知道吗？我给你挣钱，我替你。呀。你只要一心考研，你考上，你以后对我好就行了。我为你买衣服。你照顾不好自己，我为你买衣服不行吗？你能跟他分开吗？不能，我为他付出这么多，我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分开呢？对，你就是自卑是吧，兄弟？我现在我挣钱的年龄了，他挣钱总为我付出。不是你挣钱跟谈恋爱不矛盾，但是我不希望女人给我买东西。那以后就别买了，
不行，我得给他买，他照顾不好自己啊。他天天考研，他天天说他没时间。不是，我要给他买晚饭，我给他节省去宿舍的时间都不行，他就不能用吃晚饭的时间跟我在一起去。好，一定要分开是吧？我现在主要是考2-3个月了嘛。我看你们有什么本事，能让他改变了。3位老师，我就佩服你们了，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印象当中啊，这是我在爱宝听到的最拧巴的一件事儿啊。我们肯定不能那个分开哈。我们得有一个理由啊。我为他付出那么多，我怎么能轻易分开呢？你说？对啊。以前他对我那么好。对啊，他凭什么不让咱们给他买东西啊？就是。必须买。我就应该照顾他，我们是情侣啊。哎呀，我要是他爹，我得上吊去。我养一闺女都不知道给我买东西，天天就那么一臭小子追着屁股后面送礼。但他以前对我特别好啊。我们是要分也要分个明白，对不对？是不是？不能分。我们不分，但我们得问个明白，对不对？那你别说话了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志在高远，对不对？你也是个男人。我也为了我俩。稍等，考研的事还真不一定是为你们俩，至少肯定是为你自己，对不对？是。当你的同岁的人呢都已经挣钱了，你还没有，你非但没有，你还用着女人的钱，对不对？对。那是我愿意的。你能不能不说话呀？而且你家里给你的压力很大，对不对？因为你也耽误了1年时间了，对吧？对。所以此时你3重压力，你想减压，对不对？对。减谁呢？那只能先减自己女朋友的，你别给我买东西了，对不对？对，我你现在就你给我的这份这个期望也好，付出也好，你现在先不要给我，因为在我看来，压力。对，同学们那没法办啊，对不对？人已经要不出国，要不已经考上研了，对不对？还挣钱了呢，家里那也必须得要完成，所以你只能欺负他了。我不相信你那么不通情理，人家给你付出了，交考研费、买衣服、营养品，还要给你买，不行。一面我也不想见你，你这是找自尊呢，对吧？因为其实归根到底，你对自己没有把握。你要真有考上研的把握，你不会这么对。我知道你现在蛮无助的，自己心理上或多或少啊有一些障碍，所以你这会儿其实应该是他最好的一个心理辅导老师，对他带的方式要有所调整，不要时刻提醒他，考研费是我给你的。啊，你的衣服我给你买，营养品给你供着，你可不能失败哦。3重压力都是说你不能失败，但恰恰就少一个说你可以失败。路有很多，摆在你面前的不是仅仅的考研那条路，你还有很多路可以走，至少你还有我。无论你考上与否，我都会在你身边。这不是说我给你做了什么，给你花了多少钱，而是说我始终在你身边，我就是那个最理解你的人。可惜你没有做到。这个孩子唯一出路其实很大一部分都在于你给他的支持体贴，那一会儿你才真正的是爱他，那一会儿他真正知道他会感谢你的，而这孩子一定是一个值得感恩的人，好吗？现在控制好节奏，把握好尺度，你们俩在一起没问题。你们之间现在不是谈恋爱，你们现在是交易，你是在做投资，你的投资对象就是他。我觉得在你的性格和骨子里有一种拯救欲，我相信你在跟他的时候，你一定看到他很多可怜的地方，你觉得你有义务去帮助他，然后他但凡给你有所回馈，你会觉得非常的开心，你的价值得到了体现。这种并不是爱情带给你的，而是你的拯救欲获得了满足。所以你们之间现在的感觉就是一个拯救和一个拒绝被拯救的事情，你们之间没有爱情，这就是一种投资。你投资，然后希望他对你感恩戴德，你看到他开心，实际上是满足你自己的拯救欲，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你没有关注他怎么想，他作为一个男人，他愿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助？你们两个人其实都在彼此消耗你们的能量，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方式。当然，你跟他去诉说，你拒绝收听，因为如果你接受他的采纳的话，你的拯救欲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这是你很重要的一个性格隐藏在你心里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么你换了一个男朋友，但凡你男朋友下一个男朋友还有点可怜的时候，你马上拯救欲完全又被燃烧起来，咔嚓你又多一儿子。要善于倾听你爱人的心声，否则你将拒绝良性的循环。希望你能反思一些。他要是没考上研，你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严重的问题？我相信我一直。如果他没考上，你怎么办？即使没考上，我相信他很努力。我觉得不，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已经成为他考研所有的阻碍。如果他没考上，你怎么办？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对吗？所以说，准确的来说，你还不是投资，你是在扶贫。但爱情不是扶贫，如果爱情是扶贫，最后就一定是富而不富，贫而不贫。我们可能每个人的眼光当中都认为这个男孩子很有志气，但为什么一个这么志气的男生，在功名和爱情面前变得这么冷漠？出身贫寒，最初对你是感恩的，但为什么赶着赶着到了最后，把功名放在了所有的前面？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男生，我不知道说他们什么，我也没必要去谴责他们什么。但事实变到最后，往往像你们这样的关系，到最后就是拯救的被感激的不再感激。不管你是投资还是扶贫，一直以来你是希望他好的，不遗余力的希望他好。他追求功名也没有错，想要出人头地也没有错。但是当两件事情发生在一起的时候，他截然的把功名放在了前面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没考上研，你就罪该万死。即便他考上了研，你们一直接着往下走，如果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出现了所谓的面子的问题和自尊的问题，又或者在人生道路上碰见了一些歧视或者是拦路虎，他一样会把功名放在前面，而你会放在后面。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事例。不要把自己当上帝吧，你拯救不了任何人。其实你在整个扶贫的过程当中，在物质上你是富的，他是贫的，但其实在自尊上你是贫，他是富。当你反反复复的说我付出了这么多，我不可以分手的时候，你已经是跪着的。考试的压力可以理解，人生的出路也可以理解，但是难道一个女人对你的这样的好不值得你骄傲吗？她对你的考研就会有这么大的阻拦的作用吗？我不觉得。而且我还有一点我特别想问，即便是她避开你，在考研前的这么一段时间都避开你，你不会想她吗？更何况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语言的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丝毫没有感觉到她对于你有任何的羞辱。也许她是用一种非常不懂事非常不成熟的方式让你感觉到了一个男生的自卑，但是你的那些自卑大部分是你自己找的。你跟你的那些同学比什么？他们有的你或许现在没有，但你有的他们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就是有个女生这样对你，你说呢？是。但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那种扶贫之后的不知道感恩，扶贫之后的那么现实，把所有的出人头地和感恩都放在爱情之上，这个人再成功都是可怕的。如果你内心对他还有一点爱的话，如果你内心确实觉得面子比自尊重要的话，那你就跟他说，我去考研，我们冷静一段时间，将来我赚了钱，我把考研的钱还给你，我这一辈子忘不了你曾经对我的帮助，但是我们应该分开。但如果你内心真正的是爱他的话，你要永远记住，出人头地固然重要，但是这样的一段感情比出人头地更加重要。你说呢？就这。说几个生活里面最朴素的道理，姑娘，大多数父母反对的总是对的，请你记住。好多年轻人说我不信这个，吃亏了。第二条，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一个女生学会矜持，
别来不来的就这么付出，最后受伤的一定是你，好吗？好了，我不知道最后这点时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平时考研是压力大，但是我感觉你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给我送饭那一段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一想到你对我付出那么多，我挺感动的。但是我现在在考研，想让你体谅一下我。我知道你考研压力大，我也能体会到。但是你哪怕对我有一点点的关心，有一点点的爱护，我感觉做这一切都觉得值得呀。我为你做这么多，我完全全是为了你啊。现在考研压力这么大，以后社会压力更大，那咱们的生活该怎么办呀？你考上研究生，找了好工作，赚得了钱，咱们在一起了，但是咱们再接着面临的就是社会的问题啊。哎呀，谢谢两位，请回吧。挺拧巴的一对恋人，既单纯又复杂。请关门。单纯是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复杂是他们处理情感的一些方式和手段。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见这个男人你就会要死吗？那么没出息吗？是吗？那情侣间不应该我问你是还是不是？反正就是想情侣之间，在中国60、70年代、70、80年代的时候，很多夫妻一年就见10天面，不影响他们的感情。一定要见吗？一般我都愿意见。哦，那是你愿意见，人家不是选择了这个了吗？就一个建议吧，今天就让他去吧，你也别找人家了。考完研，如果他对你还有心，他会重新回来找你，你就等着那个爱情的到来。如果他真的对你没心了，今天有些老师的话，你就好好在脑海里面过一下，为你未来的生活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干嘛去拯救别人？先学会拯救自己，对自己好，可以吗？来，有什么话跟他说吧。还是希望你能努力学习，能考上研啊。但你也要想想我的好啊，我为你付出这么多。好了好了，后面的话就别说了。谢谢你能来啊，祝你生活顺利，请回。是不是你跟我要